只因和不干净的男人发生过一次不可描述，女孩感染上了恐怖病毒，仅仅3天的时间就变成了丧尸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萧雅，今天我们来看一部令人头皮发麻的丧尸电影《神秘感染》。停尸房内，冰冷的女尸身体一阵抖动。3分钟后，尸检员清洗了试管里的不明液体。别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懂的人都懂。几天后，在小城的另一边，女孩萨曼莎原本约好和女友尼基一起去夜店参加派对，可是尼基却迟迟没有出现，这让原本心情就不怎么样的萨曼莎更加郁闷。一直暗恋萨曼莎的好友莱利跑过来，想请她喝点什么，结果被萨曼莎拒绝。随后，好友小胖见她形单影只，想邀请萨曼莎吸点刺激的东西，结果同样被婉拒。萨曼莎回到吧台，在好友爱丽丝的劝说下，连续干了2杯伏特加。酒过3巡，萨曼莎打电话给尼基求安慰，然而电话无人接听。简单留言后，她只能失望地挂断电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毕杰的男人主动过来搭讪，他将一瓶饮料递到萨曼莎手上。或许真的喝多了，萨曼莎没有多想，一边喝一边和毕杰攀谈起来。寂寞的灵魂无处安放，紧接着两人就在车上合奏了一曲爱的交响乐。第二天，宿醉的萨曼莎一直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。或许是单亲家庭的缘故，萨曼莎和母亲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融洽，两人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愉快。中午，萨曼莎终于在餐厅如愿见到了尼基。当对方询问昨晚的事情时，萨曼莎只能尽力掩饰。她说自己报名了插花艺术比赛，并且很有信心拿到冠军，到时候她希望两人可以住在一起，这样她就能彻底摆脱母亲的掌控。可没等尼基做出回应，一个男人走到桌边，他告诉萨曼莎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这么老套的撩妹台词，尼基一眼识破，连忙把男人赶走。女友的霸气护妻瞬间让萨曼莎幸福感爆棚。隔天，萨曼莎睡醒，总感觉一阵轻微的头疼，同时肚子也隐隐作痛。等她发现时，裤子已经被血染红了一片。难道是大姨妈来了吗？可日期不对啊，似乎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萨曼莎脸上毫无血色，掀开衣服，腹部惊现一片诡异的淤青，青筋更是清晰可见。以为是经期综合征，萨曼莎还是没有当回事儿。洗完澡，她像往常一样去酒店上班。然而服务客人时，萨曼莎的耳边总传来刺耳的怪声。起初她想忍过去，但随着头疼加剧，只能暂停服务，躲到卫生间里调整。结果却发生了更可怕的事儿，马桶里全是她流出来的血水，简直比血崩还夸张。意识到情况不对劲，萨曼莎翘班去看医生。通过检查，医生认为她的耳道受到了某种感染，导致机体免疫力低下，心率也跟着降低了不少。肚子上的淤青很可能是不洁性生活引发的皮疹。至于下体为何异常出血，医生暂时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。然而此时的萨曼莎还没意识到，她的身体还会发生更可怕的变化。当天晚上，萨曼莎的右眼严重充血。面对爱丽丝的关心，她解释说很可能是过敏反应，但很快她的牙齿也开始脱落。睡梦中，萨曼莎更是因为剧烈的恶心难受的醒了过来。她跑到卫生间里狂吐，结果吐出来的全是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萨曼莎在马桶边上昏睡过去。等到醒来，天已经大亮。萨曼莎的情况似乎变得更糟糕了，2只眼睛全都变得猩红，头发脱落，腹部的青筋更是肉眼可见的延伸了不少。萨曼莎本想去看医生，但身为一名社畜，老板一个电话还是让她不得不去上班。这时，萨曼莎惊恐地发现她的手指也已经充血，轻轻一拨，指甲就掉了，这实在太诡异了。萨曼莎刚准备去医院，莱利却在这时找了过来。原来那天晚上，他曾看见萨曼莎和毕杰在一起。尽管如此，莱利并不在意，还说要陪萨曼莎一起去看病。然而萨曼莎并不领情，心情糟糕的她只想尽快甩掉这块狗皮膏药。摆脱莱利之后，萨曼莎便接到尼基打来的电话，得知毕杰是一名通缉犯，就在几分钟前，警方已经发出搜捕令。现在警察正在追查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，虽然不清楚原因，但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。
萨曼莎根本不敢向尼基坦白当晚和毕节做过的事儿，血检报告还要等等才能出结果。仅仅是1天之隔，当医生再次看到萨曼莎时，着实被她的样子吓了一大跳。凭借多年经验，医生推测她被某种病毒感染了。在确定是哪种病毒之前，他建议萨曼莎不要和任何人接触，以免造成病毒的进一步扩散。巨大的压力让萨曼莎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为了发泄心中积压的情绪，她找到小胖家，想买点药回去麻痹自己。就在这时，爱丽丝也找了过来。萨曼莎终于说出自己和毕节的事儿，但她表示这绝非是自己本意，她甚至不记得事情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。爱丽丝让萨曼莎报警，却遭到拒绝。一旦尼基知道了，两人的感情很可能会彻底破裂。萨曼莎抱怨爱丽丝并不是真的关心她，一气之下夺门而出。就在这时，小胖似乎想起什么，他告诉爱丽丝，不久前一个叫毕节的男人曾在他这里买过蒙汗药。显然出事当天，萨曼莎喝的饮料有问题。回到家，萨曼莎的母亲已经替她找好了医生。他认为女儿这些都是吸毒过量的表现，罪魁祸首一定是尼基。激烈的争执中，萨曼莎摘下墨镜，骇人的模样直接吓退了医生。母亲更是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终于到了插花比赛的日子，萨曼莎调整心情，捧着几乎枯萎的花朵来到比赛现场。然而当工作人员看清萨曼莎的样子后，竟然取消了她的比赛资格。萨曼莎崩溃地摔烂了花，随后来到尼基这边，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安慰。绝望的是，尼基电话不接，房门也迟迟不开。好不容易等到尼基出现，他却很冷漠。原来爱丽丝已经把萨曼莎和毕节的事说了出去。尼基丝毫不同情萨曼莎现在的处境，还认为她背叛了两人的感情，要和萨曼莎分手。尼基的无情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既然得不到，那干脆毁灭掉。萨曼莎猛地一推门，把猝不及防的尼基砸倒在地。紧接着，萨曼莎骑在尼基身上，双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挣扎过后，尼基反击失败，痛苦地领了盒饭。完事后，萨曼莎怒气冲冲地找到爱丽丝，质问她为什么要告诉尼基。爱丽丝表示，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帮助萨曼莎。然而这一解释，萨曼莎并不认同。她早就知道爱丽丝喜欢自己，这么做无非是想拆散她和尼基，好让自己趁虚而入。可是说完这些话之后，萨曼莎又开始后悔。也许是病毒的作用，又或者是杀死挚爱后的失智，一股强烈的孤独感裹挟着萨曼莎。如果爱丽丝想得到自己，那么就趁现在。就在两人渐入佳境时，萨曼莎突然口吐鲜血，血液甚至喷溅到了爱丽丝的嘴里。这一幕把她彻底吓坏了。什么爱不爱的，爱丽丝早已抛诸脑后，她现在只想把萨曼莎赶出家门。两人因此发生争执，萨曼莎不受控制的在爱丽丝的脖子上咬了一口，最后竟活活打死了爱丽丝。萨曼莎已经彻底失控，她故意给莱利打电话，约在爱丽丝家见面。舔狗以为迎来了春天，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。萨曼莎开始给丧尸般的脸蛋浓妆艳抹，此时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变成了白色。莱利进屋时，见萨曼莎正蜷缩在沙发上，怜爱之情油然而生。房间里灯光昏暗，莱利根本看不清萨曼莎的脸。起初他也很怀疑，萨曼莎明明很嫌弃自己，怎么突然就转性了。尽管萨曼莎的解释漏洞百出，可架不住莱利精虫上脑啊！很快两人就开始放飞自我。进行到一半时，莱利总觉得触感有点怪怪的，往地上一看，好家伙，全是从萨曼莎身体里跑出来的小虫子，画面太重口，差点让莱利吐出年夜饭。他撩开衣服，发现和萨曼莎接触过的地方全是血。刚用毛巾擦完，他又在浴缸中看到了惊魂一幕。没错，正是爱丽丝血肉模糊的尸体。就在莱利错愕之时，萨曼莎似乎恢复了理智。她正开车在回家的路上，途中崩溃的萨曼莎打电话向母亲求助。与此同时，痛苦的生活片段不断在她的脑海中闪现。没过多久，萨曼莎头痛欲裂，晕死在了方向盘上。紧接着，车辆失控撞到了路边。等萨曼莎从昏迷中醒来时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。母亲终于赶了过来，她极力安抚女儿的情绪，可失去理智的萨曼莎却扑向了母亲。电影到此戛然而止。
一旁接到报案的警察似乎已经注定了萨曼莎的结局。那么这种会让人变成丧尸的病毒源头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电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，没猜错的话，毕节正是停尸房的尸检员，他有恋尸癖。电影一开始被他奸污的女尸正是病毒的携带者。感染后，萨曼莎依然接触过很多人，比如餐厅里的顾客。当然，最特别的还得是有过亲密行为的莱利，而这也为影片的续集做了铺垫。作为一部2013年上映的小成本丧尸片，不管是故事性还是视觉效果，均在水准之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